哎，大家伙早喽！5月11号星期六，但是今天是工作日，对吧？但是我在休假中了。今天本来没想拿这个全景相机，因为有时差的话，睡得还不是太好，有点累。但是呢，今天想带大家去看看昨天跑的那个湖心岛。它那个跑道大概是1米宽左右，是塑胶的，一圈5公里。其他的路都是，要不是草坪，要么就是给自行车的路。那体育场我也看了，好像是7点开门，然后收费的，好像是3欧左右，能更衣能淋浴那种。一会儿咱们去那边，就是布达佩斯中间有名的那个长得不太一样那种叫什么钢索的桥，我们从那个桥过河。那咱一会儿再聊啊。小伙伴们看，又到了多瑙河边，现在是多瑙河东岸。前边就是我现在看的那个方向，就是那个桥。其实去昨天那个公园是不需要过桥的，但是过一次。但这是谁呀？不认识哎。小伙伴们看，就是这桥。这桥是因为风格比较特殊，跟这儿其他的桥比，所以也是个游览的地方。白天人不少。昨天有小伙伴说，我习惯在左边跑。是啊，就是人的习惯还是挺奇妙的。但是多瑙河这个季节不是蓝色的，是微黄色的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也会有一些看上去是各种瓶子那种塑料垃圾，就没办法。你说这一条河，就整个的吧，几乎穿过了好多欧洲国家，是吧？我现在右前方那边，那个特别高的建筑就是昨天去的渔人堡。然后那边那座桥，远处那座桥就是去公园的，就不叫公园，那个绿岛。我看小伙伴说那叫玛格丽特岛，对吗？我可能又记错了。那年纪大了，记忆力下降。前天到了以后，吃了他们的那个，就不是那个汤的炖牛肉，配那种形状意面的那种牛肉。那我发现，之前我跟大家说，在北京喜欢吃安妮意大利餐厅，和他们家那个牛肉做的，跟在这儿吃的几乎很神似了。那看起来不错呀，就至少是知道怎么回事的。看前面那个斜着的那个是上山的小火车。今天就轻松跑了，跑走拍照，挺累的，又没睡好觉，3点就醒了，睡不着。那时差估计得后天才能好起来。一会儿我们到岛上给大家看看那个跑道啊。小伙伴们看，又到了昨天在岛上起跑的地方。从这儿往前，它这个岛是一个枣弧形，特别窄的枣弧形。昨天我跑步的路线图大家就能看出来。
岛中间要不然就是绿地，要不然就是我看那边好像还有游泳的有泳池，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公园，但是是有马的，有些公园的味道。右边是多瑙河，这个岛在多瑙河的中心。我刚才看还有公共汽车从岛上开出来，可能岛中心的路是通公共汽车的。这条路是塑胶，不是单纯的刷成塑胶的颜色，但是也像我们国内的那种开放式公园一样，会有磨损啊、折旧啊这些。但是他们这儿遗憾，匈牙利没有 Park Run。我今天是周六，我本来还想说，如果有 Park Run，我去打个卡，到时候和大黑猿先生显摆一下。今天没有昨天天空那么明亮，今天有点阴天。但是现在来确实是个不错的季节，不冷不热。这儿我发现，如果特热的时候来，可能体验不会太好，因为城市比较小，很多地儿要走着，太热可能不舒适。左边是个啤酒花园，应该是还有餐厅和设施啊。晚上应该是挺热闹的。有小伙伴说这个全景相机拍后边可以扛在肩上，我之前用那个Insta360 One 换上那全景摄像头试过，扛肩上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它就跟着肩膀会晃，会左右晃，特别魔幻的步伐。我就尽量举着啊，咱们聊聊天儿。今天是周末，不知道跑步的人会不会多一些。有时候出来玩，跑步，探索一下陌生的城市，挺有意思的。特别刺激就是2019年去跑纽约马拉松，因为时差，凌晨2点就睡不着了，然后凌晨3点我就出发去中央公园跑步。我没想到还有好多成群结队的人在跑步。对，你说这个5公里的这一圈举办个 Park Run 挺好，但是就是因为跑道比较窄，可能人多了会有些问题。我这自拍杆最长就这么长了，但是太长了以后举着胳膊累。看那边是自行车道和草坪。应该发明一个肩带，把这后边弄在这个肩膀上，这样它有一个杠杆，就会舒服得多，对吧？前面有跑步的人了，你们注意看前面这儿，左前方是一个饮水的水龙头，然后呢，这个地下，看，就现在我脚下这儿，
这被磨损了，它是个水龙头的标志，就是如果你就低着头跑，到这儿也得知道有水了。他们这儿地下有一些这种有意思的标识，一会儿前面还有意思的。哎，到动物园了，我左边就是，因为味道变了，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动物园。你们看那有一匹棕色、黑匹白色的马，还有我不认识的大鸟。回去看看地图吧。这已经1.5公里了，它地上有公里标，但是我昨天跑2圈，我没有看见0在哪儿。这个X4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。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是8K 30帧拍摄，它导出的就是正常画幅的视频就可以是4K 的。有小伙伴们说，视频网站是可以传360度的影片的，我知道的，我还没研究那个，回头会试试发布一下。这样，比方说，是不是我跑到这儿，比方我跑着这样，然后呢，如果我发的这360度的呢，您就可以自己选择看哪边，那也是挺有意思的。但是我带了一个麦克风，你看，而且这麦克风我直接没有用蓝牙连它，就用它自己的内录，因为我发现连它好像有一个小兼容的问题，会爆音，然后回去再去对音轨，因为这X4的收音风噪会有比较明显，而且它离得我远，声音也就不清楚。尤其是如果我拍后边的画面，比方说就是这种画面的时候，就听不见了，因为我向前说话。2公里了，看地下这2公里的标，这样。也到远的地方的时候，地的磨损就会小一些。大部分人活动还是在冈上岛那儿，因为其实别说5公里了，2公里对普通人，不跑步的普通人，就算不是胖子，也不短了，真的。昨天7点半就困得已经不行了，本来想的是晚一点点睡，把时差再倒一下，然后今天3点起的，还可以。有小伙伴说让我住这个酒店，这个 Grand Hotel， 这得多少钱一晚呀？你看它这风景，你看这酒店，而且游客来这儿住这酒店未见得方便。因为你去哪儿都得出岛，这儿距离出岛的地儿已经2公里了。布达佩斯，我跟家属说，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放假旅行的不错的选择。其实我觉得现在旅行啊，除了看看风土人情，就是给自己放个假。如果是这样看的话呢，第一近是比较好的，比如很多像原来在北京生活的时候去日本，没有时差也近。布达佩斯这一点上没有优势，挺远的。但是呢，它的优势是它的这种感觉，东欧的这种感觉和其他地儿不太一样。我也是第一次亲身体验。另外就是，像到我们这个年纪，有时候就怎么说，消费降级。但是这儿物价真的挺低的。昨天早上吃早餐，去吃一个三明治，那个三明治去年去波士顿，在美国的话可能要
13刀，在这儿呢是13块人民币。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，但是我们是外国人呀，我们不管您是挣人民币还是在其他国家生活挣当地的钱，你只要出国就得考虑汇率的问题。那现在日元的汇率造成很多日本的小伙伴出国玩压力很大。这世界还是很奇妙的，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这个岛枣弧形的岛的上边的那个尖儿，一会儿给大家看这块儿。这又是另一座桥，但是这个桥大家看就是比较的普通，就走车的桥。你看他们这儿也是这种树，看这毛吗？地下这白色的。这个是岛的地图和设施图。我们现在在这儿走，看这儿地下这车的标，大家看啊，1个、2个、3个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的意思告诉你离汽车的就走汽车的路越来越近了。看就是这儿。提醒你到马路了，你别扎着头往前跑。大哥跑得不慢呀，大哥这差不多现在430，可能。然后我们到了岛的西侧。这边这条河也是多瑙河，所以这河真的好宽呀。这边就没有那边那么多的风景，就比较的秃。你看这儿河堤，这儿就是公共汽车站。那说明不知道这岛上有没有常住的，就在这儿生活的人。那大哥已经看不见了。3公里了。好吧，今天带大家看看这半圈的岛，然后我们今天是11号，我们是13号离开匈牙利，所以明天或者今天下午可能还会来，因为想跟家属去看看那个体育场，看有没有时间和精力吧，好吗？那我们训练之后见了，又是陪大家闲聊的一期。5月11号星期六，相机录到最后没电了，回来我就没有录片尾。上午在酒店要出去之前跟大家补一个片尾。今天轻松跑了15公里，平均配速只有5分20多，比较慢，走走停停我也都没停表。今天觉得是有点累，昨天走路走的有点多，而且呢，现在咱们的这个节目我早上拍完，我就背着电脑出去了，白天呢在外边逛，有个咖啡厅也好，或者午餐的时候也好，再插空去处理它。这背着电脑走一天确实挺累的。今天跟家属白天再去次渔人堡，看看白天的景色，但是我估计人应该挺多的。其实外出旅行跑步挺好，是不是？那就这么着吧。在这儿一切都好。然后明天就不带全景相机了，明天咱们还是只用 Go 来拍摄，跟大家聊天，再带大家看看那个湖心岛的另外半圈，好吗？那就这么着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一起加油干，明儿见。